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出严重警告，有3种常见鱼类已被列入致癌名单。此言一出，不少人难以置信，鱼不是一向被视为健康食品、长寿饮食的关键吗？怎么反而会致癌？更让专家忧心的是，这个警告传开后，许多人仍然不以为意。一些媒体甚至用了耸人听闻的标题来警示，称这3种鱼一口吃下去，癌细胞会爬满全身。虽然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确实从侧面反映出这3种鱼潜藏的可怕危险。那么，它们究竟是哪3种鱼？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今天我们就深入剖析这3种问题鱼的真相，看看它们如何悄悄把癌症风险带上您的餐桌。同时，我们也要为中老年朋友们找出健康之道，究竟哪5种鱼才是值得常吃的健康鱼，能预防三高、老年痴呆和癌症？请您耐心看下去，答案将一一道来。首先，第一个登上致癌黑名单的鱼就是中式咸鱼。听到这3个字，许多人的味蕾可能会瞬间被记忆唤醒。一碟金黄油亮、散发浓郁香咸气息的咸鱼，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粥，这是传统老饕们的最爱。然而，你可曾想到，这迷人咸香的背后，却隐藏着致癌物质缭绕的阴影。咸鱼其实是一种古老的食物保存方式，在冰箱尚未普及的年代，沿海居民为了让鱼货久存不坏，想出了用大量食盐腌制、日光暴晒的方法制成咸鱼。广东、福建等地至今保留着制作咸鱼的习俗，许多老一辈人对那股咸香情有独钟。然而，正是这沿袭了几百年的饮食传统，现在被发现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将中国传统咸鱼列为1级致癌物质，与香烟、砒霜等并列在最高风险级别。所谓1级致癌物，就是对人类明确有致癌作用的物质。为什么一条小小咸鱼会如此危险呢？原因就在于咸鱼的制作过程和成分。新鲜鱼肉在厚盐中长时间腌制，随后经日光暴晒或风干，这过程会产生大量亚硝酸盐。别看亚硝酸盐肉眼看不见，吃不出味道，它进入人体后会在胃中与胺类物质结合，转化成一种强烈的致癌化合物亚硝胺。亚硝胺能破坏细胞 DNA， 诱发基因突变，长期摄入足以大幅提高癌症风险，尤其对鼻咽部和消化道危害最大。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在爱吃咸鱼的地区，鼻咽癌、食道癌和胃癌的发病率明显偏高。比如，我国广东沿海的一些地区，由于居民传统上从小到大经常食用咸鱼，鼻咽癌的发病率曾经高居全球前列，引起医学界高度关注。进一步调查证实，幼年时期常吃咸鱼的人群，成年后患鼻咽癌的几率显著升高。正因为有如此确凿的证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才会毫不犹豫地把中式咸鱼打入头号致癌物的行列。它对人类的致癌威胁毋庸置疑。咸鱼的危险不仅在于亚硝胺，咸鱼含盐量极高，过量的盐分本身就会损伤胃黏膜，引发慢性胃炎，进而增加胃癌的风险。而更可怕的是，如果咸鱼在腌制或晾晒过程中处理不当，发生霉变，就可能滋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最强的致癌物质之一，其毒性是砒霜的数十倍。科学研究表明，哪怕极其微量的黄曲霉毒素长期摄入，都可能诱发肝细胞癌变。也就是说，一块存放不当、发了霉点的咸鱼，等于同时让人摄入亚硝胺和黄曲霉毒素2大致癌物的双重暴击。试想，一口咸鱼下肚，咸香之外，是否也吞下了癌症的种子？这绝非危言耸听。曾经有一位广东的老大爷，由于特别喜爱咸鱼，每天早餐必定来一小块，就着白粥吃了几十年，晚年体检时却被查出罹患鼻咽癌，令他和家人大跌眼镜，追悔莫及。医生判断，正是长期高盐和亚硝胺的双重作用埋下了病根。经此一事，整个村子的人都开始对咸鱼敬而远之。专家们也是一再呼吁，咸鱼再美味，也千万不要经常吃，更不能把它当日常佐饭菜，一年偶尔解个馋足矣。若贪恋那口咸香而顽固不听劝，恐怕某天癌症真的会找上门来。接下来，第2种被列入致癌名单的鱼是烟熏鱼。听到烟熏鱼，
不少老饕又要流口水了。无论是上海本帮菜的熏鱼块，北京的烤鲤鱼，还是西式的烟熏鲑鱼，俄式的熏飞鱼，甚至日本的画烧秋刀鱼、蒲烧鳗鱼，那种特有的烟熏焦香实在诱人。然而，正是这迷人的焦香之下，隐藏着令人胆寒的危机。烟熏是古今中外都常见的食物加工方式，但殊途同归，在烟熏过程中，高温和烟雾会让食材表面沾染一系列强致癌物质。木材或炭火燃烧时产生的烟中，包含大量多环芳香烃化合物，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种叫做苯并芘。苯并芘是什么？它可是与香烟焦油中的主要致癌成分属于同一类的头号杀手。当鱼肉经过熏烤，表面往往形成一层褐色或黑色的焦化物，里面就富含苯并芘等致癌物。我们吃熏鱼时只觉得香浓美味，却不知道同时将苯并芘一并吞入了腹中。长期爱吃烟熏鱼对身体的危害是潜伏而积累的。一开始你可能毫无感觉，依然赞叹熏鱼美味，但日复一日，致癌物在体内积少成多，终有一天可能引发疾病。有一位中年男子的经历就发人深省。他年轻时从东北老家来到南方打拼，因思乡常常自己熏制老家的风味鱼干下酒，几乎顿顿少不了熏鱼。20年过去，他原本硬朗的身体开始出现胃部隐痛、消化不良等症状。起初以为是老胃病，结果到医院一查，竟被确诊为胃癌。这晴天霹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不抽烟，不喝烈酒，生活习惯还算健康，怎会胃癌临头？当医生详细询问饮食史，得知他常年嗜好烟熏鱼干后，恍然大悟地指出，祸就祸在这熏鱼上。原来他多年来吃下的苯并芘等致癌物一点点损伤了胃黏膜，终于酿成大祸。这个真实案例让许多爱吃熏鱼的人后怕不已。其实科学研究早有定论，长期摄入烟熏、腌制等加工食品会显著提高消化道癌症的风险。不仅胃癌、食道癌、口腔咽喉癌的发生也和这类食物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发布报告，将烟熏和盐腌红肉制品如香肠、火腿、培根列为一级致癌物。换句话说，无论熏的是猪、牛、羊、肉还是鱼，只要经过烟熏腌制，都逃不开致癌高危的标签。鱼本来是健康食材，但一经不当烹调，就可能由良变恶。所以奉劝各位，烟熏鱼一定要少吃，尤其是表面烤得发黑、油脂低焦的部分，哪怕再香也最好克制。偶尔吃1-2口过瘾，未尝不可，但切记经常食用，大块猛吃。对于试烟熏风味的朋友，不妨用一些天然香料或低温烘烤来替代传统烟熏，既能享受烟熏风味，又大大降低了致癌风险。第三种，上榜的问题鱼与前2种有所不同，它本身并不是因加工方式产生致癌物，而是鱼体内富集的毒素对人体构成威胁。我们指的就是那些体型庞大、寿命长、处于海洋食物链顶端的大型鱼类。典型代表有金枪鱼、尾鱼、鲨鱼、旗鱼，又称马林鱼等。这类鱼因体积大、肉质结实，往往被制成生鱼片，后切鱼排，深受饕客喜爱。然而，它们的美味背后潜藏的危险，可能比前2种鱼更为隐蔽，也更复杂。由于处在海洋生态的高层，这些大型掠食鱼在漫长的一生中吞食了成千上万的其他海洋生物。那些较低层食物链的小鱼、小虾往往生活在受到污染的水域，它们体内可能含有重金属，如汞、铅、镉等，和有机污染物，如多氯联苯2,2英等。而大型鱼就像一块海洋海绵，源源不断地把这些污染物浓缩在自己体内。随着年岁渐长，鱼体内的有害物质越积越多，浓度越来越高。当我们最终捕获这些海中巨兽，并将其端上餐桌时，它们肉里的汞和砷等重金属含量往往已达到令人啄舌的程度。先来看看汞、水银。汞对人体的危害主要在于对神经系统的毒性，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在大脑中蓄积。有研究发现，长期大量食用高汞鱼类的人，大脑中的汞含量是普通人的5到10倍。
汞会牢牢结合在神经元的重要蛋白上，使蛋白质变性失去功能，导致神经细胞死亡。慢慢的，患者会出现记忆力衰退、智力下降、肢体颤抖等症状，严重的甚至引发痴呆或帕金森氏症。一提到汞中毒，不得不说一个历史悲剧——水俣症事件。20世纪中叶，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的化工厂将含汞废水直排入海，导致鱼类体内汞浓度急剧攀升。当地居民因常年食用受污染的海鲜，结果集体出现了四肢麻痹、言语不清、精神错乱等症状，严重者终身残疾甚至死亡。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水俣症。它告诉我们，汞对神经系统的破坏何其可怕。当然，平日我们从鱼肉中摄入的汞远没达到水俣症那种极端剂量，但长年累月超标一点点，仍然可能在老年时加速大脑的退化。肾脏科专家江守山医生就曾形象地比喻，爱吃鲔鱼、鲨鱼等大鱼的人，就像每天喝下微量的汞鸡尾酒，时间一长，大脑迟早要出问题。再说砷及其化合物是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长期摄入砷超标的食物或水，会显著提高患皮肤癌、肺癌、膀胱癌、肝癌等的风险。台湾曾经在上世纪出现过一种怪病——乌脚病，患者双脚皮肤发黑坏死，血管闭塞，最终甚至需要截肢，被后来证实正是砷中毒所致。而砷对肝脏的毒性也与肝癌相关联。大型海鱼因栖息环境和寿命长因素，体内砷含量往往偏高。例如，有检测发现，一条体型巨大的马林鱼体内累积的砷，足以让经常食用它的人面临慢性砷中毒风险。铅也不能忽视，它会损害肾脏、心血管和造血功能，也是潜在的致癌物。可以说，大型鱼肉里的这些重金属元素对人体是多方面的沉默杀手。短期内你感觉不到明显不适，但毒素在体内闷声作乱，可能干扰细胞 DNA 修复，诱导细胞癌变，埋下肿瘤的伏笔。同时，它们对心脑血管、肾脏、神经都有损害作用，加速衰老和器官退化。除了重金属，大型鱼中的多氯联苯、PCB 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也值得警惕。PCB 曾广泛用于工业，后被发现能致癌和干扰内分泌。它在环境中难以分解，最终进入海洋食物链，并在大型鱼积累。人如果摄入过多 PCB， 可能增加肝癌、黑色素瘤等风险，还可能影响免疫和生殖功能。由此可见，某些生长在污染海域的大鱼几乎成了毒素浓缩包。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吃一两口大鱼立刻就会中毒或得癌症，但如果经年累月习惯性大量进食，就可能慢慢的把自己推向疾病的深渊。基于上述原因，许多国家和机构都对高汞鱼类敲响了警钟。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食品卫生部门普遍建议，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儿童应避免食用鲨鱼、旗鱼、剑鱼、方头鱼、马鲛鱼等大型鱼类。成年男性和一般人群也应该控制这些鱼的摄入频率和量。例如，美国 FDA 建议每周食用高汞鱼的次数不超过1次，甚至完全避免。日本也规定孕妇应限制鲔鱼等的摄入，这等于明确宣告，上述某些大鱼是不适合常吃的。如果有人置若罔闻，天天大块吃金枪鱼、刺身，那就是拿自己的大脑和健康去冒险。江守山医生曾提醒过一个病例，有对年轻夫妇长期喜食鲨鱼汤，结果妻子出现不孕，丈夫也查出精子质量极差，医生怀疑与重金属中毒有关。可见大鱼中的毒素不仅伤脑，还可能损害生殖和下一代，实在得不偿失。如果实在难以抗拒，想偶尔尝一口大鱼，建议尽量去除鱼皮和腹部脂肪，污染物常积存在此。烹饪时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据称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重金属的毒性，但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还是管住嘴。听了这么多，也许有些读者开始担心，这也不能吃，那也有风险，那我以后干脆不吃鱼了吧？别急，鱼肉本身仍然是极富营养的食材，在均衡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关键在于扬长避短，选对鱼种。事实上，抛开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绝大多数鱼类对人体都是有益无害的。
大量研究表明，适量摄取鱼类有助于延年益寿。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科学报告统计，与从不吃鱼的人相比，每天平均摄入60克鱼的人群，总死亡风险降低了 12%。适量增加鱼肉摄入，还可以显著降低成年人脑卒中、中风的发病率。多摄入鱼肉亦可降低中老年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等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只要吃对了鱼，我们完全可以享受鱼肉带来的健康红利，而不用谈鱼色变。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出那些真正对中老年健康有益的鱼类，好好利用它们的营养优势，同时远离前面说的几个鱼雷区。那么中老年人应该多吃哪5种鱼来预防三高、老年痴呆和癌症呢？接下来我们就隆重介绍5位健康鱼明星。这些鱼要么脂肪组成健康，富含保护心脑的成分，要么富含特殊微量营养素，具有抗衰防癌的潜力。更重要的是，它们普遍含汞低，无毒副作用，可以放心经常食用。让我们一一认识它们的真面目。第一种推荐鱼，三文鱼、鲑鱼。近年来，三文鱼可谓鱼类中的明星选手，在健康饮食圈大放异彩。它那鲜艳的橙红色鱼肉中，蕴藏着丰富的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堪称是大自然对人类的特别馈赠。Omega-3 中的2大重要成分 EPA 和 DHA 是维护心脏和大脑健康的关键营养。对中老年人而言，经常摄取三文鱼带来的降血脂、护血管效果尤为突出。EPA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血液粘稠度，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脂血症。同时 Omega-3 有轻微扩张血管、抗凝和抗炎作用，能降低血压并预防血栓形成，对心脏病和中风的预防都有益处。DHA 则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膜的重要构成成分之一，被亲切地称为脑黄金。它可以促进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提高大脑反应速度和记忆能力。中老年人若能保证充足的 DHA 摄入，将有助于延缓大脑老化，降低失智症发生率。前面提到的研究数据正是例证，每周至少吃一次富含 Omega-3 的鱼，如三文鱼的人，老年痴呆风险相对降低约 20%。 许多长寿地区的老人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冰岛的渔民、日本冲绳的100岁老人，他们普遍有着一辈子爱吃鱼的习惯，其中三文鱼等冷水鱼是餐桌上的常客，这或许正是他们心脑血管健康、认知功能保持良好的原因之一。三文鱼除了有宝贵的鱼油，还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DB 族、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砖瓦，中老年人保持肌肉和免疫力都离不开足够的蛋白质供应。三文鱼的蛋白属于优质动物蛋白，氨基酸组成均衡且易被人体吸收，非常适合需要养护肌肉、提高抵抗力的老年人。维生素 D 在三文鱼中含量丰富，这对骨骼健康极其重要。上了年纪的人骨质流失快，如果缺乏维生素 D， 容易导致骨质疏松和骨折。而吃三文鱼是一种美味的补充维 D 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三文鱼橘红色泽的来源虾青素也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它可以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具有抗衰老、抗炎和潜在抗癌作用。科学家发现，虾青素能增强免疫细胞功能，并在实验中对抑制癌细胞增殖有一定效果。虽然人类身上尚需更多研究，但吃三文鱼至少能让我们摄取到这种红色的小分子护卫。总而言之，三文鱼可谓内外兼修，内在营养丰厚，外在赋予餐桌亮眼的色泽和美味。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市面上的三文鱼多为养殖品种，如大西洋龟，它们脂肪含量更高，口感更嫩，但 Omega-3 比例可能略低于野生同类。不过整体而言，养殖三文鱼仍然富含有益脂肪，选购时建议认准正规冷链渠道的产品，确保新鲜安全。对于中老年人，三文鱼最好烹熟后食用，因为生鱼片可能带有寄生虫和细菌风险。经充分冷冻或加热煮熟的三文鱼依然营养美味。建议中老年人每周吃2到3次三文鱼，每次50到100克左右为宜。烹调方面，尽量清蒸，
香煎或烤至刚熟即可，不要煎炸或烧得过老，才能最大程度保存 Omega-3， 并避免产生有害物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定期食用三文鱼，对心脑血管和全身健康的益处将在日积月累中悄然展现。有趣的是，鱼油保护心脏的秘密，正是因为对三文鱼等冷水鱼的研究而被发现的。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在调查格陵兰因纽特人的生活习惯时，惊奇地发现，这些几乎顿顿离不开海鱼海兽的人群，心脏病发病率极低。深入研究才揭示，原来因纽特人从鱼类中摄取了大量 Omega-3， 不仅没有导致心血管问题，反而赋予他们抵御动脉硬化的强大保护。这一发现轰动了医学界， Omega-3 脂肪酸从此声名鹊起，三文鱼也随之成为守护心脏、健脑益智的明星食材。第二种推荐鱼，青鱼。青鱼又称青花鱼，是一种中型海鱼，在中国、日本、地中海地区的饮食中都很常见。青鱼身材不大，却浑身是宝，被营养学家誉为平民的深海鱼油胶囊。它所含的 Omega-3 脂肪酸毫不逊色于昂贵的三文鱼。对于想补充鱼油又嫌三文鱼价格高的朋友，青鱼绝对是物美价廉的替代选择。青鱼的 Omega-3 含量丰富，因而具有出色的降脂降压功效。EPA 可明显降低血清甘油三酯，长期食用有助于改善高脂血症。DHA 则有助于降低血管阻力，促进血管舒张，对轻中度高血压有辅助降低作用。青鱼也富含钾元素，这有助于身体排出多余的钠，从而起到稳压效果。许多中老年人都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两大健康隐患，青鱼无疑是他们饮食中的降三高帮手。青鱼对心脏健康的帮助还体现在预防粥样硬化上。研究发现， Omega-3 可以减少低密度胆固醇、坏胆固醇的氧化，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青鱼肉中除了有丰富鱼油，还含有牛磺酸，这种物质能帮助肝脏分解胆固醇，同时增强心肌收缩力，对预防心律不齐也有好处。难怪在日本，营养专家常建议中老年人早餐来一份烤青鱼，以摄取足够的牛磺酸和 Omega-3 为一天的心脏保驾护航。对大脑而言，青鱼也是友好的，它丰富的 DHA 可以促进大脑神经发育和维护中老年人吃青鱼，有助于保持头脑灵活。青鱼含有的维生素 B12 尤其高，每100克青鱼肉就能提供数倍于成年人日需量的 B12， 这对防止老年人出现恶性贫血、神经损伤有重要意义。很多老年人常常缺乏 B 族维生素，而吃青鱼是一种美味又高效的补充方式。更值得称道的是，青鱼还是一种低污染、安全度高的鱼。由于青鱼体型较小，生命周期短，相较于金枪鱼、旗鱼这些海洋巨无霸，青鱼累积的重金属含量要低得多。我们前面提到的汞、砷等毒素在青鱼体内含量很低，因此可以比较安心的经常食用，而不必担心像吃大型鱼那样有重金属中毒风险。江守山医生就曾建议，用青鱼、秋刀鱼等小型鱼类替代金枪鱼等大型鱼，既能获取 Omega-3， 又避开了重金属陷阱，这对健康极为有利。顺带一提，在地中海饮食中，青鱼和沙丁鱼等小鱼扮演了重要角色。地中海沿岸居民爱吃烤青鱼、腌青鱼，加上橄榄油、坚果、水果等食材的组合，使得这种饮食模式成为公认的健康长寿饮食。研究显示，严格遵循地中海饮食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平均寿命更长。这其中，小鱼摄入丰富带来的 Omega-3 功不可没。所以不论东方西方，小小青鱼都获得了健康食者的美誉。在中国市场，青鱼也很容易获得，价格相对亲民。我们常能买到冰鲜或冷冻的青鱼片，用少许盐腌一下直接煎烤，油花四溢，香气扑鼻，是极佳的下饭菜。同时又不必担心摄入过多盐分或油脂，因为青鱼本身的油脂就很香，不需要重油重咸烹调。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青鱼与马鲛鱼混淆。马鲛鱼如体型巨大的鳟鱼、马家青等，属于更大型的青科鱼类，汞含量较高，
并不在我们推荐之列，而市场上常见冷冻出售的青鱼，多指太平洋或大西洋的中小型青鱼，如日本青、挪威青，这些品种汞含量低，可以放心食用。总之，如果您想保护心脑健康，又想控制预算，请一定不要错过青鱼这位廉价又高效的良药。第三种推荐鱼，秋刀鱼。深秋时节，当微凉的晚风中飘来烤鱼的香气，许多人就知道秋刀鱼上市了。秋刀鱼学名竹侧鱼，因其细长4刀的体型得名。在日本、台湾和中国沿海地区，秋刀鱼是一种季节性的平价鲜鱼，每年秋天大批量捕捞上市，成为百姓餐桌上的时令美味。然而，秋刀鱼并不仅仅有鲜美可口的滋味，它还是一种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健康鱼。秋刀鱼所含的 Omega-3 脂肪酸与青鱼类似，十分丰富。尤其入秋后准备过冬的秋刀鱼，鱼体脂肪含量可高达 20% 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人体有益的 EPA 和 DHA。日本营养学家曾测定，秋刀鱼单位可食部分中的 DHA 含量在常见鱼类中名列前茅，因此秋刀鱼对降低血脂和保护心脏有卓越效果。中老年人如果常吃秋刀鱼，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水平可能下降，这对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大有益处。秋刀鱼还含有丰富的烟酸、维生素 B3， 这种维生素可以促进体内脂肪代谢，改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胆固醇水平。秋刀鱼除了护心，还能健脑，它的 DHA 含量高，有助于维持大脑正常功能，预防认知功能退化。加上秋刀鱼富含磷脂和胆碱，对记忆力和注意力都有正面作用。所以有人说秋刀鱼是学生鱼，其实中老年人吃了同样能够提高脑力，延缓脑退化。难怪在日本，许多老人爱吃秋刀鱼，不仅因为价格便宜，更因为相信它能让自己头脑灵光。值得一提的是，秋刀鱼的鱼肝和内脏也蕴含丰富营养，如维生素 AD 和 Omega-3。日本有些吃法是连微苦的内脏一同品尝，认为别有风味且营养加分。不过鱼内脏同时含较高嘌呤，痛风患者不宜食用，一般人偶尔吃些问题不大。秋刀鱼还提供相当可观的蛋白质、维生素 B 族和矿物质。蛋白质帮助中老年人维持肌肉与免疫，维生素 B 有助于能量代谢和神经功能，矿物质比如钙、磷则强化骨骼和牙齿。值得一提的是，秋刀鱼的骨刺较小且柔软，很多人连骨一起吃下，这就额外摄取了钙质和骨胶原，对骨骼健康很有益处。有人戏称秋刀鱼是平民长寿鱼，价格实惠却潜藏大能量，对预防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秋刀鱼也有帮助。其丰富的 Omega-3 可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辅助控制血糖，降低2型糖尿病风险。同时 Omega-3 抗炎作用对预防胰岛素抵抗相关的代谢综合征也有益。总之，不起眼的秋刀鱼其实是中老年人的健康盟友。在东亚文化里，秋刀鱼不仅是美食，更带有浓浓的人情味和季节感。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一部名作就叫《秋刀鱼之味》，用秋刀鱼象征平凡生活中的温馨与感慨。对于我们来说，秋刀鱼的味道里除了人情滋味，还有健康的味道。每年秋天，不妨趁着秋刀鱼新鲜肥美，多买几条尝鲜。同时注意烹调方法，建议炭火直烤或煎烤，逼出鱼油即可，不需要过多调味就已经香气扑鼻。如果担心烤焦，可以包上锡纸再烤，既避免了明火炭化，又保留了原汁原味。总之，秋刀鱼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简单原味，既满足口腹之欲，又收获满满健康。第四种推荐鱼，沙丁鱼。沙丁鱼是一种体型娇小的海洋鱼类，成群活动因数量庞大而得名，来自英文沙丁，意指像撒盐一样密集的鱼群。许多中国人对沙丁鱼的印象来自于沙丁鱼罐头，油浸或茄汁沙丁鱼是经典的西式食品。然而，在营养专家眼里，沙丁鱼可不是只能做罐头的平庸小鱼，它简直就是浓缩的营养丸。首先，沙丁鱼跟其他小型海鱼一样，
含有极为丰富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每100克沙丁鱼所含的 EPA 加 DHA 总量高达数百毫克，比不少深海大鱼还要高。不仅如此，沙丁鱼由于处于海洋食物链较低层，又是幼年期就被捕捞，体内重金属积累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心的食用沙丁鱼，而无需担心汞超标。正因为营养高、污染低，沙丁鱼在欧美被列为超级食物。营养学期刊上对它的好评文章屡见不鲜。沙丁鱼最大的营养优势之一是其高钙高磷的特性。一般鱼类并不是补钙佳品，但沙丁鱼是例外。由于沙丁鱼个头小，人们在吃沙丁鱼时通常连骨带肉一起吃下，鱼骨中的钙质就顺利被我们摄取。据分析，一听普通茄汁沙丁鱼罐头含沙丁鱼约100克，就能提供约250毫克的钙，相当于半杯牛奶的钙含量。对乳糖不耐受或不爱喝奶的中老年人来说，吃沙丁鱼是一个获取钙质的极佳途径。钙配合沙丁鱼丰富的维生素 D， 能有效促进骨骼对钙的吸收和沉积。经常吃沙丁鱼有助于保持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让老年人的腰板更硬朗，腿脚更有力。沙丁鱼在保护心脏方面也表现突出。沙丁鱼富含的 Omega-3， 尤其 EPA， 能降低三酸甘油酯，减少血小板凝集，预防动脉栓塞，还能略微降低血压，改善动脉弹性。美国心脏学会就建议，冠心病患者每周最好吃2次富含 Omega-3 的鱼类，沙丁鱼正是理想选择之一。有人甚至把沙丁鱼称作血管清道夫，意指它能帮助清除血管壁上的脂质沉积，保持血液畅通无阻。当然，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从科学角度讲，沙丁鱼确实有助于提高血脂的健康比例，减缓动脉粥样硬化进程。沙丁鱼对大脑和眼睛也十分友好。DHA 在大脑灰质和视网膜中含量很高，被视为智力和视力正常发育的关键物质。对老年人而言，多摄入 DHA 有助于维护视觉功能，预防黄斑部退化，并保持思维灵活。沙丁鱼正提供了丰富的 DHA， 是名副其实的健脑鱼。此外，沙丁鱼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 和 C， 前者有助于维护神经健康，防止贫血，后者则是抗氧化剂，能协助清除体内有害自由基，两者相辅相成，对预防某些癌症和退行性疾病都有潜在益处。历史上，沙丁鱼曾因过于常见而地位卑微。19世纪的欧洲，沙丁鱼经常被制成鱼粉喂养牲畜，或当作农田肥料。直到人们发明了罐头技术，沙丁鱼终于作为美味走上了人类餐桌。在二战期间，沙丁鱼罐头更是盟军士兵口粮中的重要成员，为无数人提供了宝贵的营养。而战后的流行病学研究则揭示，多吃沙丁鱼等小鱼的人群，心脑血管健康状况明显优于很少吃鱼的人。这些发现使得沙丁鱼的价值重新被审视，从廉价食品摇身一变成为健康明星。对国内的中老年朋友而言，或许平常很少特意购买沙丁鱼，但其实在大型超市和网店，我们都能买到各种进口沙丁鱼罐头，可以尝试着引入自己的食谱，比如将沙丁鱼拌入沙拉，夹在全麦面包中，或者搭配蔬菜一起烩炒，都别有一番风味。如果买到新鲜或冷冻的沙丁鱼，小火煎至两面金黄，撒点蒜蓉酱汁，也是营养又下饭的一道菜。其实，在我国部分地区也有类似沙丁鱼的小鱼美食，比如沿海一带常见的凤尾鱼干，又称江鱼仔，就是将小海鱼用盐腌干后食用。虽然制法不同，但营养也很丰富，富含蛋白质、钙质和 Omega-3。只不过腌制鱼干含盐量极高，中老年人若要吃，应先用清水浸泡去盐，并且酌量为宜，以免盐摄入过多。相比之下，新鲜或罐装沙丁鱼因调味相对温和，更适合作为 Omega-3 的日常来源。总之，小小沙丁鱼别看貌不惊人，其实是物美价廉、滋补强身的好鱼。第5种推荐鱼。草鱼说完了几种海鱼，我们把目光转向家常淡水鱼、草鱼。草鱼可是在中国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百姓鱼。很多人或许不知道，
草鱼其实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滋补佳品。首先，草鱼的蛋白质含量丰富，属优质完全蛋白，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氨基酸。老年人消化功能较弱，但对蛋白质的需求并不减少。草鱼这种肉质松嫩易消化的鱼类，就非常适合为中老年人补充蛋白。相比红肉，草鱼的蛋白更容易被肠胃吸收，而且不会像肥肉那样让人肠胃不适。这对消化功能退化的老年人尤为重要。草鱼的脂肪含量适中，约每100克5到6克，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健康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草鱼富含亚油酸和亚麻酸，这两种必需脂肪酸在体内可转化为 EPA 与 DHA， 效率虽不高，但聊胜于无。因此，草鱼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供 Omega-3， 只是不及海鱼直接含量高。同时，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研究表明，草鱼等淡水鱼的脂肪组成有利于提高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对心血管很友好。某种意义上，草鱼等淡水鱼虽然 Omega-3 不突出，但胜在少油无害。它不像某些肥美的海鱼那样胆固醇含量偏高，例如无鳞的鳗鱼、带鱼胆固醇都较高。草鱼属于低胆固醇的鱼类之一，对需要控制胆固醇的中老年人，草鱼是放心之选。草鱼隐藏的一个营养保障是硒元素。前面提到，硒具有抗氧化和防癌的作用，而草鱼体内的含硒量在常见淡水鱼中名列前茅。每100克草鱼可食，部分约含有14微克硒，这对需要补硒的老人来说是个好消息。经常吃草鱼有助于提高体内硒水平，从而抗衰老、提高免疫，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肿瘤。在我国一些高硒地区，比如恩施，居民癌症发病率相对较低，被认为与饮食中富含硒有关。草鱼虽然不是最顶尖的补硒食品，但作为日常菜肴持之以恒的食用，完全可以积沙成塔，逐渐改善体内的微量元素平衡。除了西方营养学的肯定，草鱼在中医食疗中也享有盛誉，《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都有对草鱼的记载。清代食疗名著《随习居饮食谱》中记载，青鱼，草鱼的一种，补气养胃，化湿利水，祛风除烦。可见古人早就发现草鱼对脾胃虚弱、风湿痹痛等有食疗效果。民间也有许多用草鱼进补的经验方，比如草鱼汤，将草鱼与生姜、红枣等一同慢炖，可以煨出奶白浓郁的鱼汤。这碗汤既暖胃驱寒，又营养丰富，非常适合体虚的人调养。中老年人适当喝些草鱼汤，能增进食欲，滋补身体，同时暖胃不伤胃。对于有高血压、头晕乏力的肝阳上亢者，中医也建议吃草鱼肉，因其性平温和，有平肝息风之效。当然，这些是传统医学的观点，但从现代角度理解，草鱼肉富含的钾可以利尿降压，镁和烟酸则有助放松血管，这与中医所说的平肝潜阳不谋而合。草鱼可谓老少皆宜，对儿童草鱼肉软刺少，相比刺多难挑的鲫鱼，蛋白高又易吸收，是很好的发育食材。对中青年，草鱼便宜量足，可以提供丰富蛋白质补充能量。对老年人，草鱼滋补而不燥烈，既能强身又不会引发三高，堪称完美。烹调草鱼时，建议尽量避免过油过咸，清蒸草鱼或番茄炖草鱼都是健康的做法，尤其推荐清炖草鱼汤。做法是将草鱼块与生姜、香菇等加水小火炖煮至汤色乳白，加少许盐调味即可。这道汤不仅美味，还能最大程度保留草鱼中的可溶性营养，非常适合老人享用。以上介绍的5种鱼可谓各有千秋，但共同点是它们营养丰富且健康，隐患小，适合中老年人经常食用。当然，除了这5种，还有许多鱼类对健康有益，如台鱼及巴浪鱼、竹荚鱼、小型海鱼，富含 Omega-3， 黄花鱼富含硒和优质蛋白，被誉为补虚鱼。鲈鱼肉质细腻，易消化，有益筋骨、补五脏之称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无论选择哪种鱼，有几个原则请牢记在心。
其一，远离致癌鱼。前面提到的咸鱼、熏鱼以及大型高汞鱼类，能不吃就不吃，至少要严格控制频率和分量。生命宝贵，不值得为一时口福去冒癌症和中毒的风险。那些劝不听的贪嘴之人，往往教训来得最惨痛。希望看到这里的您，能将专家的忠告听进去，千万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其二，选择优质鱼。优质鱼未必要贵价，但一定要对健康有益。深海小型鱼富含 Omega-3 且污染低，是首选。本地淡水鱼如草鱼、鲫鱼、鲈鱼等，虽然 Omega-3 不如海鱼，但胜在蛋白质丰富，脂肪健康也非常不错。可以海淡水鱼搭配吃，营养更全面。老年人每周应保证至少2到3次鱼类摄入，总计每周300到500克鱼肉，这有助于降低各种疾病风险。其三，健康烹调。同一条鱼，不同做法对健康影响迥异，切忌将有益的鱼用不健康的方法烹饪，尽量避免油炸、炭烤至焦黑、重盐腌制这些做法。建议以清蒸、清炖、水煮、煎烤、不焦为主，这些方式可以保留鱼肉的大部分营养，又不会产生致癌物质。若想增加风味，可以利用葱姜蒜、番茄、香菇等天然配料提鲜，而不是一味用盐酱去掩盖。其四，新鲜为上。买鱼要选新鲜、品质好、储存得当的鱼，营养流失少，菌毒污染轻。别买闻起来氨味重或颜色可疑的鱼，更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鱼制品。对冷冻鱼，购买后注意低温保存，尽快食用，避免反复解冻。另外，使用生鱼片时要确保品质和安全，最好选择有信誉的商家并控制量。生吃虽美味，但始终有一定风险。在文章最后，我们再来解答几个有关吃鱼的常见疑问。疑问一，不爱吃鱼，改吃鱼油胶囊行不行？有些朋友实在不喜欢吃鱼的味道，或者担心鱼有污染，那直接吃鱼油胶囊是不是更简单？确实，鱼油胶囊富含 EPA 和 DHA， 对不吃鱼的人来说是一种补充 Omega-3 的途径。适当服用高品质的鱼油补充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脂、抗炎，对心血管有益。然而，鱼油胶囊不能完全替代吃鱼的好处。首先，鱼肉中除了 Omega-3， 还有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D、硒碘、牛磺酸等多种营养，这些都是鱼油丸所没有的。另外，以一颗普通鱼油胶囊为例，其 EPA 加 DHA 含量约只有300毫克左右，相当于50克左右的三文鱼所含 Omega-3。由此可见，即便每天吞服2颗鱼油胶囊，摄入的 Omega-3 也不过勉强相当于一小份鱼的量，而鱼肉中伴随的其他营养则远非胶囊能比。单纯补鱼油，身体可能缺乏其他营养。其次，鱼油胶囊如果过量服用，可能带来副作用，比如加重出血倾向、影响血糖控制等。再次，鱼油胶囊的有效成分含量和纯度依赖生产工艺，有些廉价产品可能氧化变质或掺杂杂质，效果和安全性未必可靠。相比之下，直接吃新鲜鱼类，营养更全面均衡，而且通过食物获取营养的方式更符合人体需求，也更令人愉悦。所以，除非特殊情况，如医生建议补充，一般还是提倡从天然鱼类中获取 Omega-3。如果实在不爱吃鱼，可以尝试将鱼做得美味一点，加入葱姜去腥，或者与喜欢的蔬菜同煮，换种料理方法也许就能接受了。总之，鱼油丸可以作为辅助手段，但别把它当成万能替代品。日常饮食中适当吃些鱼依然是最优策略。疑问二，海鱼和淡水鱼哪个更好？有人说宁吃海鱼1两，不要河鱼半斤，因为海鱼营养价值更高。也有人怕海鱼有重金属，觉得河鱼更安全。实际上，海鱼和淡水鱼各有优缺点。海鱼普遍富含 Omega-3、脂肪酸、碘和硒等微量元素，这些是淡水鱼相对缺乏的。另外，海鱼品种多样，口味丰富，可以满足多元营养需求。但海鱼缺点是某些大型品种有重金属积累风险，如前面提到的鲨鱼、旗鱼等，还有些沿海底旗鱼可能有工业污染，比如贝类中的砷。不过我们可以选择中小型海鱼来降低风险，比如青鱼、秋刀鱼、
沙丁鱼等，营养高又安全。淡水鱼的优点是来源广泛，价格便宜，新鲜度易保障，而且重金属含量通常较低，除非来自被污染的河流。淡水鱼还提供丰富的高质量蛋白，很多淡水鱼的脂肪含量也比较低，吃了不容易发胖。缺点是 Omega-3 合碘较少，不如海鱼养脑。综合而言，最好是海鱼、淡水鱼搭配吃，各取所长。比如每周2次海鱼，补充 Omega-3 和微量元素，搭配1次淡水鱼，补充蛋白，换换口味，这样营养和安全都能兼顾。如果实在住在内陆买不到海鱼，也可以多吃淡水鱼，并辅以海藻、碘盐等补充点。必要时可以适量吃品质有保障的鱼油，补充 Omega-3。关键是多样化均衡饮食，而不是偏废其中任何一类。疑问3：吃鱼是不是越多越好？需要天天吃吗？俗话说日日有余，很多人认为既然鱼有益健康，那每天吃、每顿吃岂不更好？然而营养讲求平衡，吃鱼并非多多益善。有大型研究对吃鱼频率与死亡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每周吃鱼4到6次的人群死亡风险最低，但每周吃鱼超过7次，也就是天天吃，甚至一天几顿都吃，并没有进一步的益处提升。也就是说，一周吃鱼4、5天已经足够，再多反而可能没有额外好处，甚至可能有潜在坏处。因为任何食物吃过量都可能带来问题，例如天天大量吃海鱼，难免积累一定重金属和过量维生素 AD 等，而且长期单一饮食也可能造成其他营养摄入不足。另外，鱼虽然营养丰富，但某些营养如铁、锌含量不如红肉，长期以鱼代替其他肉类可能导致微量元素摄取不足。因此，饮食应该多样化，鱼、禽、畜、蛋奶含蔬果、谷物都要兼顾。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周摄入水产品300到500克左右即可，平均到每天约50到75克鱼肉，完全能满足 Omega-3 和优质蛋白需求。这个量大约是一条中等大小鱼分成5到7份的样子。如果偶尔1、2周少吃了鱼，可以在下一周稍微多吃点补回来，但没必要每天都逼着自己吃鱼，更不要极端的把鱼当药狂吃，适得其反。简言之，持之以恒，适量适度是吃鱼养生的原则。长期来看，规律地每周吃几次鱼，比起某段时间暴吃鱼，某段时间又完全不碰鱼，要健康得多。疑问4：金枪鱼罐头算不算高汞鱼？能放心吃吗？金枪鱼是一种饱受争议的鱼。一方面，金枪鱼肉质细腻高蛋白，富含 Omega-3， 被称为海中肌肉。另一方面，大型金枪鱼汞含量确实偏高，因此有人谈金枪鱼色变。那超市里常见的金枪鱼罐头怎么办？其实金枪鱼罐头一般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原因在于罐头使用的多是体型较小的金枪鱼品种，例如正尖鱼、黄鳍金枪鱼等。这些小金枪鱼积累的汞远低于蓝鳍金枪鱼那样的深海巨鱼。此外，鱼肉做成罐头前通常经过浸煮，也会去除部分汞，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的吃金枪鱼罐头。食品安全部门建议，成年人每周食用金枪鱼罐头，最好不要超过2到3罐，每罐约140克粒苷重量。孕妇和幼童则应更严格控制。购买时也可留意标注，通常标称白肉金枪鱼 White Tuna 的罐头多用长鳍金枪鱼，汞含量相对略高，而淡肉金枪鱼或特级金枪鱼 Light Tuna、Chunk Light 通常是正尖等小型品种，更安全，尽量选择淡肉金枪鱼罐头，可降低汞摄入风险。总的来说，偶尔吃一吃金枪鱼罐头问题不大，特别是选择轻盐、水浸型的，既能享受其美味和营养，又把风险降到最低。如果对汞实在介意，可以选择以沙丁鱼罐头、鲑鱼罐头等替代，这些小鱼罐头几乎没有重金属困扰，更加安心。疑问5：中老年人吃鱼时要注意什么？除了选对鱼种和吃对量，中老年人在吃鱼时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当心鱼刺。鱼刺卡喉对谁都难受，对年长者尤其危险，因为他们吞咽反射较迟钝，黏膜脆弱，
更容易被刺伤。因此，老年人吃鱼一定要细嚼慢咽，千万别囫囵吞枣。可以准备一个足够明亮的环境挑刺，必要时让子女帮忙将鱼肉仔细拆骨后再食用。平时在选鱼时，不妨优先考虑那些鱼刺较少、较大、容易挑出的品种。例如鲈鱼有4根主刺，刺少肉厚；大黄鱼鱼刺硬且粗，易剔除；龙利鱼鱼身扁平，基本都是软骨，或者干脆购买已去骨的冷冻鱼柳。像鲫鱼、带鱼这类小刺多的鱼，虽然营养好，但处理难度高，建议煮汤炖烂后再给老人吃，刺软了也就不怕卡喉咙了。如果真的不小心被鱼刺卡住喉咙，切忌吞饭吞菜的土法子，应该马上停止进食，保持安静，视情况喝1-2口橄榄油润滑。如果刺人卡着，务必尽快就医，请专业医生取出，千万不要拖延或自行用手抠，以免造成更大伤害。总之，养生吃鱼也要吃得安全，细节马虎不得。现在我们回到今天话题的重点，做个小结。简单总结一下上面提到的3种鱼：咸鱼、烟熏鱼、大型高拱鱼，好比餐桌上的隐形炸弹，常吃会大幅提高癌症甚至其他疾病的风险，一定要严加远离。而介绍的5种鱼：三文鱼、青鱼、秋刀鱼、沙丁鱼、草鱼，则是营养丰富的健康食者，经常食用有助于中老年朋友控制三高，降低胆固醇和血压，稳定血糖代谢，滋养大脑，预防老年痴呆，降低癌症风险，提供抗氧化物质，增强免疫。古语云：药补不如食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合理饮食来调理身体，防病强身。而鱼正是上天赐予的宝贵食补佳品，但前提是要吃对种类，用对方法，把风险挡在门外，把益处吃进肚里。科学研究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吃鱼的价值。经常吃鱼的人，往往比很少吃鱼的人更加长寿。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血液中 Omega-3 脂肪酸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平均寿命比 Omega-3 水平最低的老年人多出近2年。区区2年也许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对一个70-80岁的老人来说，这可能就是健康与疾病、高寿与夭折的差别。而这2年的寿命差距，很大程度上就来自长期饮食习惯的不同。由此可见，健康长寿绝非偶然，而是一点一滴良好习惯累积的结果。其中，饮食习惯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每一餐的选择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未来的健康。现在您已经了解了吃鱼的注意事项与攻略，请牢记，远离那3种催癌鱼，亲近这5种防病鱼。该忌口时就忌口，千万别因贪图一时美味而日后追悔莫及。该进补时就进补，不要嫌挑刺麻烦或嫌麻烦买鱼而错失了大自然的馈赠。长期坚持下去，您的血压、血脂会更加平稳，记忆和思考会更加灵活，免疫力也会日渐提高，甚至某些癌症都将对您敬而远之。祝愿所有朋友都能吃出健康，吃出属于自己的长寿人生。正所谓药补不如食补，而在食补之道中，会吃鱼是您手上一张重要的王牌。从现在开始，善待您的餐盘，为自己的健康投资，让美味的鱼儿为您所用，赶走疾病，带来长寿和活力。愿大家都能吃出健康，吃出好身体，拥有一个长寿而高品质的晚年生活。